传承经典，点亮人生，从三字经中汲取智慧，在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一刻，就如同一张纯净的白纸，带着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，懵懵懂懂地来到这个世界。每个人最初的天性并没有太大差异，然而随着时光的流转，有的人成为了社会的中流砥柱，用爱与责任照亮他人，有的人却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，做出令人遗憾的选择。这巨大的差异从何而来？答案就藏在我们成长的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之中。就像孟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，他的成就离不开母亲的良苦用心。孟母3000只为给孟子寻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，避免外界不良因素的干扰。当孟子逃学，孟母不惜割断织布机上的布，以这种震撼的方式让孟子明白半途而废的后果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生活里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，有些家长只注重孩子的物质需求，给孩子提供丰富的吃穿用度，却忽视了精神世界的培养和知识的教育。要知道，仅仅供养儿女吃穿，而不好好教育，这是为人父母的失职。孩子就像幼苗，需要阳光、雨露和精心的呵护才能茁壮成长。良好的教育是阳光，滋养他们的心灵；正确的引导是雨露，润泽他们的思想。再看那些学有所成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从小就懂得勤奋努力的重要性呢？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一块璞玉需要经过精心的打磨雕刻，才能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。而一个人如果不学习，就如同蒙尘的珍珠，无法绽放出应有的光彩，更无法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，难以在社会上立足。从我们小时候起，就应该亲近老师和朋友。老师是知识的引路人，他们用智慧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朋友是成长的伙伴，在与朋友的交往中，我们学会分享，学会理解，学会包容，收获为人处事的礼节和知识。就如同东汉的黄香，9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，寒冬为父母暖被窝。这种孝顺的品德，不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传承的吗？还有孔融4岁让梨，尊敬兄长的美德流传千古，成为我们教育孩子的典范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，知识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。从简单的算术到认识文字、阅读文学，每一步都是我们成长的印记。就像盖房子，基础打得越牢固，房子才能建得越高。学习知识也是如此，只有打好基础，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说到基础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基本的概念和知识，比如三才、天地人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，三光、太阳、月亮、星星照亮了我们的天空，还有五行，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代表着宇宙间的基本元素，它们相互作用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。这些知识不仅是我们文化的瑰宝，更是我们了解世界、认识自我的钥匙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四季的变化，春去夏来，秋去冬来，周而复始，永不停息。这就如同我们的人生，有起有落，有顺境也有逆境。我们要学会顺应自然规律，在不同的季节里做好相应的准备，才能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。同样，方位的概念也与我们息息相关，东南西北明确了我们的位置和方向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也需要找准自己的方向，才能朝着目标前进。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我们每天品尝着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5味，感受着食物带来的美好。生活也如同这5味杂陈，有喜悦，有悲伤，有愤怒，有恐惧，有喜爱，有厌恶，有欲望。
这就是人生下来就有的七情。了解这些情感，学会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，是我们成长的必修课。除了情感，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充满色彩和声音的世界里。青、黄、赤、黑、白，这5种颜色构成了我们眼中的缤纷世界。而中国古代的八音，刨瓜、粘土、皮革、木块、石头、金属、丝线与竹子制成的乐器，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乐趣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遵循着一定的道德准则，父慈子孝，夫和妻顺，兄友弟恭，朋信友义。这些传统的美德是维系家庭和睦、社会和谐的纽带。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只有大家都遵守这些准则，家庭才能幸福美满，社会才能安定团结。再谈谈学习，这是我们一生都不能停止的事业。从古至今，无数仁人志士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孔子这位伟大的圣贤，听闻鲁国有7岁神童项佗，依然虚心向他学习。即使拥有渊博的知识，孔子也从未停止对知识的追求。宋朝的赵普、官至中书令，仍手不释卷地阅读《论语》，不断充实自己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处于什么地位，无论年龄大小，学习都不应停止。还有那些家境贫寒却刻苦读书的人，西汉的陆温书把文字抄在蒲草上阅读，公孙弘将春秋刻在竹子削成的竹片上。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学习，这种精神令人敬佩。东汉的孙敬把头发拴在屋梁上防止打瞌睡，战国的苏秦用锥子刺大腿驱赶疲倦。他们不用别人督促，自觉勤奋苦读，最终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晋朝的车胤把萤火虫放在沙袋里当照明读书，孙康利用积雪的反光来读书。他们在黑暗中寻找光明，在困境中追求知识。边担柴边读书的朱买臣和把书挂在牛角上的李密，虽然身体劳累，但心中对知识的渴望从未熄灭。这些故事就像一盏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，激励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勇往直前。苏洵好老泉，年少时不爱学习，到了27岁才下定决心努力，最终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大学问家。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只要有决心，有行动，任何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。但我们更应该明白，年少时是学习的黄金时期，我们要珍惜时光，不要等岁月流逝才后悔莫及。宋朝的梁浩82岁考中状元，在经殿上对皇帝的问题对答如流。他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证明了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。无论我们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，都要保持学习的热情和上进心。北齐的祖寅8岁能吟诗，唐朝的李密7岁能以下棋为题做诗赋。他们的聪明才智令人称奇，但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，他们从小就对知识的热爱和勤奋努力的精神。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，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探索，不断进步。东汉末年的蔡文姬能分辨琴声好坏，晋朝的才女谢道韫能出口成诗。她们作为女子，在那个时代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。这告诉我们，性别不应成为限制我们发展的因素。无论男女，只要努力学习，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唐玄宗时的刘晏7岁被推举为神童，还担任了负责勘证文字的官。他年纪虽小，却担当起国家的重任。这让我们明白，只要勤奋好学，就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作为，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再看看我们身边的动物，狗会守夜看家护院，鸡会每天刚亮时报晓，蚕吐丝以供我们做衣料，蜜蜂酿制蜂蜜供人们食用。动物都能各司其职，发挥自己的作用。那我们人类呢？如果不学习，不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，
又怎能实现自己的价值？又有什么资格称为万物之灵呢？我们在幼年时努力学习知识，就是为了长大后能够学以致用，用我们所学的知识上替国家效力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像为人民谋福利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当我们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时，人民会赞扬我们，父母也会感到荣耀。我们不仅为祖先增添了光彩，也为下一代树立了好的榜样。有的人留给子孙后代无数金银钱财，但金钱总有花光的一天，而我选择用一部《三字经》来教导子孙好好读书，因为知识是永恒的财富，它能伴随子孙一生，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充满智慧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，勤奋上进的人总会有好的收获。每一次努力学习，每一次克服困难，都是在积累成功的资本。而那些只顾贪玩、浪费大好时光的人，最终一定会后悔。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，勉励自己好好学习，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。让我们从《三字经》中汲取智慧，传承经典，点亮人生。在成长的道路上，用知识武装自己，用美德塑造自己，用努力成就自己。让我们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，让这些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，为我们的人生指引方向，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。在人生的舞台上，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篇章。